Welcome to the world of Battle Through the Heavens, and a competitive is made to improve your combat chi and break your limits. Download now to get rich rewards. 丹塔每隔30年都会举办一次炼药界最具影响力的丹会盛事。这场盛会吸引了无数奇才，但只有先通过丹塔的考核，才有角逐最后冠军的资格。而丹塔5大家族之一的叶家，却因后继无人，即将地位不保。萧炎为获得参加丹会的资格，以及履行对叶欣兰的承诺，他将代表叶家参赛，助叶家保住丹塔长老席位。你意思是，想要守住叶家在丹塔的长老席位，需要先接受丹塔对5大家族的测试，并且要在丹塔5大家族测试中排名前3才有资格。但5大家族的测试外人不能参与，所以我要先成为你叶家准女婿才行。我出去走走，你们慢慢聊。这家伙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只要能够再度保留席位，那叶家便具备足够的发展时间。到时，萧炎先生便与叶家没有了半点关系。这都是什么馊主意？我一个大男人倒是没什么，可你这样令新兰日后如何见人？相对于叶家存亡，新兰个人名声算得了什么？萧炎大哥，请您再帮助叶家一次，只要能助叶家度过此劫，新兰愿往后给您做牛做马。萧炎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答应你的事，他自然不会撒手不管，你这样反而会惹得他不耐。萧炎大哥不用担心，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。况且，萧炎大哥以后注定是斗气大陆上的顶尖人物，新兰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事就随叶重长老安排吧。如此便多谢萧炎先生。大长老，曹家又来人了，说是要与新兰小姐提亲。来你叶家提亲，西兰不在也就罢了，如今已经回来了，还要百般推辞，难道是瞧不起我曹家不成？曹公子说笑了，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这门亲事还望曹公子再考虑考虑。该考虑的是你们，乖乖将新兰嫁与我，我们曹家还可以出手帮你们一把，否则就退出丹域5大家族之列吧。帮助是假，吞并是真，这曹家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曹家真是好威风，提亲不成便动手伤人，也太没有大家风范了吧！两名斗尊，我说叶家为什么突然间这么硬气？原来是找了不少帮手啊！你便是前段时间来叶城闹腾的萧炎吧？你是何人？曹家7品炼药师曹丹。曹丹？什么鬼名字？你，萧炎，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你要清楚，我们曹家可不是冰河谷能比的。更何况你之所以打赢冰河谷，靠的是你身边2位斗尊强者吧？二位，如果你们今日不插手此事，那日后若有丹药需求，可尽管找我们曹家。不用了，关于炼丹，我等自有更好的人选。
你也是炼药师，懂炼药术？略懂。你们叶家该不会是把此次考核押宝在他身上吧？就凭他？哎呀，既然你是炼药师，那就好说了。炼药师有炼药师的规矩，自然不能像粗人那般打打杀杀。你我比一场如何？若我输了，这门亲事便作罢了；但若我赢了，你便不再插手此事，如何？不知曹丹少爷想怎么比？比玩火。怎么样？若是不敢的话，认输便可。我不会强人所难。既然你喜欢，那我奉陪便是。看我如何碾压你们叶家的希望！萧炎，我这火名天阴魔火，取自八阶魔兽天阴三头尸体内。你的若是寻常火焰，别自取其辱了。异火。哼，操控火焰，可不单单是看火焰的强度，有异火也不见得就能赢。给我上！果然威力不凡，这样下去，天阴魔火可不是对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试试两种火焰。若是换作其他火焰，恐怕早就被两头火兽给撕裂了。两种不行，那就4种。萧炎。玩火可不是光看质量，数量也很重要的。以后与人比试，可要牢记在心了。数量啊，哼！10种火焰，这得是多么强大的灵魂之力啊！这怎么跟我比玩火？你还不配！不，这不可能！
这肯定是假的！给我上！上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！比够了吗？今日我输了，不过你叶家也别得意。丹会之上，我曹家自有人受事尔等。哼！曹丹此番所言，恐怕曹家那个妖女要回来了。妖女？便是曹家曹颖。此女7岁便正式成为了一名炼药师，被丹塔看中，破格成为丹塔核心弟子。如今至少也是7品顶峰的层次。此女或许会成为萧炎先生在丹会上的一大劲敌。丹会举办在即，中州各地赶往圣丹城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萧炎大哥都闭关20多天了，这不吃不喝的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放心吧，他不会。这股能量是灵魂之力。你可算是出来了。小子，刚刚这股灵魂力量是你发出来的？难道你小子触碰到灵境了？灵境？其实灵魂境界也分为凡、灵、天、地4层境界，在远古有着关于灵魂的特殊修炼之法，称为魂技。不过现在也已失传了，不然倒可以以此加快你的灵魂修炼速度。我本以为你那老师应该与你说过这些。老师，各位，丹域到了。这丹域如此庞大，恐怕不会比黑角域小多少。丹域分为外域与内域，这里不过是外域的一处空间点而已。萧炎先生，您可先随我去考取丹塔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。想要参加丹会，等级徽章是必不可少的。我随叶长老走一趟，你们先随处逛逛。叶宠，没想到这一次又是你带人来参加考核，看来叶家当真是无人了。萧炎小友，那是丹域白家的人，不必理会。不愧是叶家的麒麟儿啊，这年纪轻轻的竟是4品炼药师，当真是人中龙凤。我白家自愧不如啊！聒噪！小子，无礼！住手！这里是丹塔，都给我老实点！哼，算你命好。我是韩立，负责此次考核。
传送阵已经开启，各自挑选合适等级的法阵进入吧。请问，这里最高测试等级有限制吗？7品中级便是我这里测试的极限。那便考核7品中级吧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我就亲自带你去吧。叶宠，你叶家在哗众取宠这点上倒是进步不少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希望等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。6品中级测试完毕，邱家2人通过，白家未通过。挺简单的。 6品高级测试完毕，白家通过。啊！竟然突破了6品高级，这么年轻，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这白家果然底蕴雄厚。论天赋，还是得看我白家的子弟，不像某个废物，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只怕是躲起来了吧？哼！叶宠，等你叶家从5大家族除名时，我白家会好好招待你们的。怎么了？那是……萧炎小友，请。7品中级，这个废物怎么可能？萧炎小友，着实抱歉，我这边等级有限，还需麻烦你去丹塔总部再测试一下。都是废物！走，站住！怎么，你这个废物还想？为老不尊的家伙，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。恪守承诺的萧炎决定代表叶家去参加5大家族考核，曹家曹丹却在此时强势上门。面对突然硬气的叶家，曹丹提出要和萧炎来一场炼药师之间的火焰对决。萧炎以碾压般的实力轻松击败曹丹，帮助叶家解决了麻烦。同时与曹家、白家2大家族结怨，萧炎又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5大家族考核？您瞧瞧，7品中级炼药师，这么年轻，这是哪家的青年才俊？怎么从未见过？哎，他旁边的老头像是叶家之人。哦，叶家？我听说叶家最近招了个女婿，难道是他？啊！这圣丹城交易会的确热闹非凡，不过这药材看起来都很一般，有没有其他地方能看看？萧大哥，你若想寻得一些珍贵的药材，得去那里。炼药师交易会，只有炼药师才有资格参加的地方。至于我，就留在这里，看有没有捡漏的机会。居然是虚空天马兽！究竟何人排场这么大？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，这车銮里乘坐的便是丹家参加考核与丹会的人。
丹家可有能与曹家那曹颖相媲美之人？不太清楚。丹域5大家族，丹家实在是有些低调，但实力强横是毋庸置疑的。只是不知今日为何突然高调起来。走了，回家睡觉。哼，7品中级，好厉害！怎么，晨儿感觉到压力了吗？还好。7品中级，不过只是这次比赛基本能排得上号的一员罢了。真正不可小觑的，还是那曹家妖女。晨儿，可要好好准备啊！嗯。欢迎欢迎，几位贵客，里面请。斗宗强者，小友无需忌讳。老夫虽为斗宗，但也不过是做些安保引路的本职工作罢了。来，请这边。不知小友有何需求啊？老夫长期在此，或可帮助找寻一二。我需要3种药材：万年青灵藤、血晶腰果、血骨参。都是很稀罕的药材。我们这儿虽没有万年青灵藤和血晶腰果，但这血骨参啊，今日正好有一株要交易。小友，请随我来。1分价钱1分货，咱们这儿不砍价。再说打折，给你们腿打折。凶什么凶啊？分个价又怎么了？就是，不是买不起，我就是喜欢砍价。燕老，今日生意不错吧？不错个屁！这些家伙都光看不买，还嫌我贵。呸！嫌贵就去外面的交易区，老子我不伺候了。燕老，真小气。燕老脾气不好，但东西很是不错。哎，燕老，你那株血骨参拿出来，给这小兄弟看看吧。你想要买血骨参？可以，拿一枚7品高级丹药来换。这坐地起价呀！这血骨参也要7品高级丹药换，太无耻了，真敢要啊！这位老先生，血骨参虽说珍贵，但顶多只能炼出7品高级丹药，并且还是配合了其他珍稀药材才行。你这只是1株血骨参便要这价，似乎有点过了吧？嘿，小子懂得还挺多。不过我只需要7品高级丹药，也只有1只血骨参。你要换得起就换，换不起就赶紧走吧。这是塑心丹，这可助炼药师突破瓶颈的塑心丹，7品高级。买自然买得起，但你这价格，恕在下不能接受。别走别走！哎呦，小兄弟啊，用塑心丹换1只血骨参，的确是老夫占了便宜。我用其他的天材地宝交换可好啊？万年青灵藤、血晶腰果、血骨参，我需要这3样，你拿得出就换，拿不出就赶紧做其他人生意去吧。等一下，老夫这里只有1只血骨参。那这样，我摊位上还有其他的东西，小兄弟你看看，瞧得上的就连血骨参一并带走，只要能换取这颗塑心丹，带哪一个都行。小妍，答应他，把角落里那块铜片交换过来。那图文我当年见过，是远古之物。那我便再看看吧。这枚铜片看起来有些意思，便用它一并交换吧。好说好说，我这就给小兄弟包起来。行，2换1，这燕老转性了。这段时间可不就跟着了魔似的。能换就好，能换就好。实不相瞒，7品高级丹药并非老夫所用，而是为我家孩儿所求。
他沉寂多年，始终无法突破瓶颈。如今意志消沉，老夫也甚是痛心。而这塑心丹确实给出了极大希望，小兄弟，多谢了。来，这是我从米特尔拍卖行拍下的丹药，说不定能帮你凝聚斗气。希望此丹能有良效，以解前辈之忧。借小兄弟吉言。这位朋友，这枚铜片我也看上了，不知能否割爱？不换。小子放肆，一点！两名斗尊强者，怎么，还想强抢不成？在下玄冥宗陈贤，不知阁下贵姓？无可奉告。站住！3息之内，不管就死。不要来招惹我，否则你不会活着离开丹域。去调查一下此人的背景。哼，被人威胁这种事，还真是本少这些年头一次，真是有意思啊。叶崇长老是在担心刚才那些家伙。玄冥宗势力不弱，看那白衣男子身边的护卫，想必地位不低。今日得罪了他，恐怕此事不会善了。不用担心，他有什么手段，我接下来便是。萧大哥，我找到了血晶腰果，不过万年青灵藤和雪骨参太过罕见，一直没有找到。已经很不错了，多谢。这下炼制生骨融血丹的药材，便只差万年青灵藤了。这是我叶家的一处产业，不过因家族落败，无人打理，让诸位见笑了。圣丹城寸土寸金，能有一安静落脚处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明日便是5大家族的考核日，大家早点休息，老夫先行告退。天火前辈，您确定这铜片是远古之物？你小子实力虽然不错，但阅历还是差了点儿。真正的秘密不在这个铜片上，而是在这些铜锈里。你用异火煅烧它。这是玉灵粉尘。这玉灵粉尘在远古可是大有名头。它不仅是炼制8品及以上丹药的一种必须之物，而且若是将之融入灵魂，则能滋养灵魂，增强灵魂之内的灵气，从而踏足那所谓的灵境。
可惜远古灵魂修炼之法早已失传，不然两者相辅相成，效果更佳。看来，只有等将老师救出来以后，问问他老人家了。好了，老夫也算是完成了任务，剩下你就慢慢感悟吧。莫非便是灵气？魂之极，匕首天灵，纳灵断魂。魂之极。匕首天灵，纳灵断魂。何人胆敢窥视丹城星域？好恐怖的强者，仅凭一语便能将我的灵魂震碎。没想到丹城星域，便是3000焰炎火所在的地方。看来还需要赶紧变强，否则没有半分机会。先前有人窥探星域，不过所幸未曾将3000焰炎火惊醒，不然的话，又是一番麻烦。可探测到何人？没有。不过此人的灵魂力量倒是不错，恐怕已踏入灵境境界。灵境？难道是魂殿的人？魂殿那些家伙，四处收集炼药师的灵魂，据说连那药尘都落在了魂殿手中。药尘。前段时间丹玉城叶家大战，其中一人便是药尘的弟子。药尘的弟子吗？我倒是很想见见。萧炎心系药老重塑肉身之事，寻找炼制生骨融血丹的药材。在此期间，萧炎在天火尊者的提醒下，得到神秘铜片，并震慑住了试图强取豪夺的玄冥宗少宗主陈贤。神秘铜片在异火的煅烧下，竟然凝出5粒能增强灵魂灵气的玉灵粉尘。
吸收了一粒玉灵粉尘的萧炎，意外以灵魂之力窥见3000焰炎火，却不知他的无意之举已经引起丹塔3大巨头的震动。叶家考核第5名，再有一次便逐出丹域5大家族。叶长老，就是这里了吗？啊，这里便是5大家族考核的地方。萧炎先生，只要你能在此次考核中排到前3名，我叶家往后愿以萧炎先生马首是瞻。叶长老，我萧炎既已答应，便自会全力以赴。走吧。叶家到。上方便是丹曹、白丘4大家族的席位。丹家丹轩，丹家这次考核应该是由他出手。他的炼丹天赋在整个丹家也是数1数2的存在。原来是他，好奇特的体质。白家白鹰，如今白家最出色的年轻一位。白家与叶家积怨已久，他们绝不会给我叶家任何翻身的机会。而邱家派出的则叫邱姬，虽名声不响，但同样不可小觑。至于曹家，曹家到。曹家3大天才，为首的便是曹颖。不过他应该不屑出手。曹丹败于你手，那如今能出手的便只是曹休了。就是那个小子，破坏了我曹家和叶家的联姻。没想到他居然是7品中级炼药师。你便是那个萧炎，我听曹丹说过你。你水平不错，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些行为把自己给扯入泥潭中。多谢忠告。既然人已到齐，那考核便开始吧。有请5大家族代表进场。萧炎大哥，加油！萧炎，叶家就靠你了。见过长老。我们的考核分为3项，而这第1项便是测魂。这是测魂石，你们依次将灵魂力量输入其内，测验出灵魂值达到4阶以上，便是及格。而这些年考核的最高纪录便是曹颖，他当年魂值达到了9阶，至今未有人突破。不知你们几人能表现如何？我先来。7阶，少爷果然厉害。8阶，比秋姬还高1阶，不愧是我白家少主。是8阶中段，真不愧是大哥。
不愧是丹家下一任的掌舵人，绝非常人能比啊！是啊，在同辈中，这丹轩算是相当不错了。哼，看你叶家如何翻盘。测灵魂之力。这是。抱歉，这不需要赔吧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这点经费还是有的。测试时虽报，但按老夫的感知来说，你的灵魂力量约在14阶左右，已打破了曹颖当年留下的记录。14阶，这怎么可能？好厉害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社长老，您老人家不会判断错误吧？你是在质疑我高阶炼药师的灵魂感知吗？我宣布，灵魂强度测试到此结束。第1名，萧炎。爷爷，你看，叶家有救了。看来这次来了个不得了的家伙。接下来的第2项考核，灵魂操控。上方是由魂钢制成的测魂珠，用灵魂操控此珠，宛如承载千斤之物。你们谁用灵魂之力接下的测魂珠最多，便是此项考核的优胜者，名次以此类推。这项记录当年也是由曹颖所创，他一次性接下了89颗。接下来看你们能接多少了。不行，坚持不住了。秋姬41颗，白鹰43颗。曹修56颗，安轩66颗。萧炎，再不动手，珠子就没了啊！这些应该够了吧？93颗，这么随意？就这么玩的吗？有意思。那天果然没错，他非常强。承让了。萧炎大哥好棒！好手段，真厉害。混蛋，风头都让他给抢走了。我宣布，第2项测试，萧炎以93颗的成绩依旧保持第1，并打破了曹颖当年创下的纪录。最后一项测试，灵魂力量的攻击性。盛长老，按照规矩，上一届冠军所属家族有1次换人的资格。曹家想要中途换人，不知可否？请放心，我不会胡来，只是手痒了，
想找萧炎先生试试？既然曹颖小姐都这般说了，那萧炎愿意奉陪。风度不错哟。曹修大哥，让我来吧。既然都没问题了，那么考核便开始吧。这怎么打？唉，退出吧。好了，现在已只有你我二人，便不用再有所顾虑了。萧炎，只要你接下来能接我3记灵魂掌印，那我便退出。当然，即便此刻你退出的话，那也能够保证第2名的名次，叶家也算得救。所以你是接，还是自己离开？曹颖小姐，请。萧炎先生果然气度非凡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小女子可就献丑了。远古炼药师能够将灵魂力量的威力发挥至最大，这种手段被称之为魂技。我受过类似传承，你可要小心哦。原来魂技还分为攻击和修炼2种类别，好东西啊！再来！这萧炎竟能与曹颖这种妖女硬碰而不落下风，这一招，即便是一些7品高级的炼药师也接不下。是啊，这萧炎果然不简单，说不定会如同丹晨一般，是我的劲敌。再来！怎么可能？他竟然看了几眼就学会了我的魂技。这下经费可不够了。
班长已到，你赢了。萧炎，丹会上一定要全力以赴哦。我宣布，此次5大家族考核，第1名是代表叶家的萧炎，而叶家也成功通过此次考核，恭喜！魂守夜，丹塔居然有如此强大的魂技传承，真是不虚此行。灵魂障壁。萧炎代表叶家参加丹塔5大家族考核，在第1关便打破了保持多年的最高纪录。凭借对灵魂力量的熟练掌握，萧炎顺利通过第2关考核，迎来了最后一关。面对天赋卓绝的对手曹颖，萧炎展露非凡实力，获得第1，保住了叶家在丹塔的长老席位。没想到，就在萧炎为即将到来的丹会刻苦修炼魂技时，谋害药老的凶手魂殿尊老木谷，竟为夺取焚诀找上了他。既然来了，何必躲躲藏藏？不愧是药尘的弟子，感知倒是不错。魂殿的人，听说药尘的老家伙的古灵冷火和焚诀在你身上，所以想要拿来一用。海心宴，我知道这里有2位斗子，不过有这灵魂结界，他们一时半会儿也帮不了你。乖乖将焚诀交出来，今夜便饶你。别做梦了！求生去！影分巨浪拳，冥顽不灵。居然完全没有反应。凭你的实力，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好啊，
收获不小啊！焚诀的威力吗？这一切都将是我的！丹塔还容不得魂殿在此撒野。玄空子，此事与你丹塔无关，何必要多管闲事？这里是圣丹城，若放任你魂殿在此胡作非为，我丹塔还如何与人交道？老混蛋！萧炎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好。那家伙不是寻常之辈，你们也要小心。萧炎，算你运气好，期待我们下次相见。想走？萧炎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多谢前辈出手相助。故人弟子，自然是要多加照料。老夫本体不能抽身，只能分神震慑。萧炎，今后你可得多加小心。老师和丹塔的关系，看来还不错。明日你来丹塔一趟，我有一事告知。圣长老会带你入塔。另外，小心玄冥宗。你的情报应该就是他们透露给魂殿的。玄冥宗，叶崇长老，明日还需麻烦您去打听一下玄冥宗。放心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能施展灵魂屏障瞒过我等，日后对上此人，定要小心。他的实力比我略强一筹，但若真要拼起来，却不见得能胜过我。这次他没得手，定会再来，我们要小心防备。海心燕在此人手中，或许寒风知道一些消息。寒风，你的海心燕给了魂殿中的谁？我的海心燕啊，的确是送给了魂殿中的一人。不过那人从未透露过真实面目和姓名。哎呀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其具体的身份。你确定不知道？啊！别！我说，我全都告诉你。是魂殿的尊老，人称木谷老人。他不仅是斗尊，还是一名8品炼药师，在魂殿的地位不低。据说当年木谷与药尘曾是同门，后来因为一些不知名的原因，
木谷被逐出师门，加入了魂殿，成为魂殿走狗后，他对药尘极为仇视，于是他就找上了我。我当年便是受了这木谷挑拨，才会起了贪念，为了焚诀，与他联手害了老师。为何我从未听老师提起过？我也是偶然听到木谷那老东西说起才知道的。好师弟，都是木谷挑唆，我才会误入歧途，你放过我。你本就心存恶念，挑唆不过借口罢了。为今之计，还是先进入丹会前时，将3000焰炎火取到手。晚辈见过圣长老。会长已经等候多时了，跟我走吧。那便有劳圣长老了。会长已经交代过，我等会儿替你前去敲打那玄冥宗。若你依旧不平，丹会结束后，你尽可去解决，丹塔绝不会过问。但如今丹会即将举行，不宜节外生枝，还望小友看在丹塔的面子上。圣长老说笑了，既然您老都这么说了，小子自然得听从。小友是个爽快人，请。萧炎小友，准备好。小友，欢迎来到丹塔。这就是丹塔吗？会长，萧炎到了。你先去忙吧。是。晚辈萧炎再次感谢前辈昨晚出手相助。药尘这家伙的眼光还真是不错。您过誉了。我当年与你老师药尘交情颇深，你若不嫌弃，便称我一声玄伯吧。那小子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看你身上有古灵冷火的气息，药尘可是出事了。老师的灵魂体已经被魂殿掳走，就关押在中州某处。果然不出所料。药尘当年若是留在丹塔，可能就不会被魂殿觊觎。
只可惜他生性洒脱，不受拘束。我已让背叛老师的人付出了代价，而伤害老师的魂殿，我也绝不会放过。不过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老师被关押的地点。如今药尘有难，老夫又岂能袖手旁观？你放心，丹塔会尽可能寻找关押药尘所在地的线索。万年青灵藤和血晶腰果，收下吧。我知道你找这些药材的原因。另外，你似乎对魂手印的斗技卷轴很感兴趣，也一道赠你了。多谢玄伯。老师，会长。这下人都到齐了。又见面了，萧炎。在下宋清，早就听闻萧炎兄弟在五大家族考核上的表现，今日见面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宋清是丹塔大长老的弟子，也是丹塔中最年轻的长老，本事可一点不比你弱。果然名师出高徒。好了，既然都已经认识了，那我便说说叫你们来的目的。几日后便是丹会，因为3000焰炎火的关系，这次丹会吸引了不少势力，其中便包括魂殿。魂殿？由于长期封印3000焰炎火，导致他对丹塔颇为怨愤。魂殿此行志在收服具有不死能力的3000焰炎火，即使他们收服失败，也极有可能直接毁掉封印，释放出3000焰炎火。届时，整个丹域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果然是魂殿一贯的作风，得不到就要毁灭。您既然如此担心，为何不直接禁止魂殿参加？不能以任何理由禁止大陆上具备资格的炼药师参加丹会，这是丹塔历代不可违逆的规矩。你们是丹塔最看重的后起之秀，这次率领丹塔众弟子参加丹会，务必要全力以赴，绝不能让魂殿进入前10。弟子明白。若是魂殿真敢来，那就让他们尝尝铩羽而归的滋味。会长放心，有我和颖儿在，绝不会让他们得逞。我也会更加努力。萧炎，虽说你不是丹塔之人，不过玄伯放心，我与魂殿早已势不两立，此次定当全力以赴。好，你们各自去准备吧。是。药尘，没想到我们之间的比试，如今倒是要延续到各自的弟子身上。不知这一次孰胜孰负？